这个男孩名叫圣地亚哥。夜幕降临时，圣地亚哥赶着羊群就到店铺前的斜坡上坐下，从包袱里掏出一本书。我以前以为牧羊人是不会读书的，一个少女的声音在他身边响起。那是个典型的安达卢西亚少女，一头黑发如瀑布般垂下，眼睛使人隐隐约约地想起了古代的征服者摩尔人。顺便说一下，这个安达卢西亚是西班牙南部的一个地区。男孩回答道：“那是因为羊群教给人们的东西远比书籍要多。”他们谈了2个多小时，少女自称是纺织品店老板的女儿，还谈到镇上的事情。她说：“这里的生活一成不变，天天如此。”圣地亚哥谈起安达卢西亚的田野，谈起他经过的村镇里的新鲜事儿。他很高兴，因为不用再总是跟羊群说话了。“你是怎么学会读书识字的？”男孩回答：“和其他人一样，在学校里学会的。”“那既然会读书写字，为什么还要来当牧羊人呢？”男孩随便岔开了话题，没有回答。他确信这个问题女孩永远无法理解。他继续讲述路上的经历。女孩那双酷似摩尔人的小眼睛，一会儿因害怕而瞪得浑圆，一会儿又因惊奇而眯成一条缝。时间流逝，男孩开始期盼这一天永远不要结束，期盼女孩的父亲一直忙碌下去，可以让他再次等上好几天。他感觉自己正升起一种过去从未有过的冲动，想永远定居在这个镇子。他感觉和这个黑头发女孩在一起，每天都会是新的一天。然而那个商人最终还是来了。他让圣地亚哥剪下4只羊的毛，然后付了相应的钱，让男孩隔年再来。4天后就要再次去那个镇子了。圣地亚哥既兴奋又忐忑，也许那个少女已经把他给忘了。也许有很多卖羊毛的牧羊人去那个商店。没关系，男孩对他的羊群说：“我在其他村镇也认识别的女孩子。”但是他内心深处明白，这对他很重要。不管是牧羊人、海员还是推销员，总会有一个地方令他们魂牵梦萦，那里会有一个人让他们忘记自由自在周游世界的快乐。天刚破晓，圣地亚哥便赶着羊群朝日出的方向走去。这些羊永远不需要拿什么主意，他想，也许这就是他们一直跟在我身边的原因。羊唯一需要的就是吃的和水，只要他了解安达卢西亚最好的牧场，羊群就将永远跟随他。即使日复一日在日出日落之间苦熬，即使在短暂的一生中从未读过一本书，也不懂人的语言，听不懂人们讲述的新鲜事儿，只要有水和食物，羊就心满意足。作为回报，他们慷慨地献出羊毛，心甘情愿地陪伴着牧羊人，时不时还奉献出自己的肉。如果我变成魔鬼，决定把他们一只只杀死，他们也只在整个羊群几乎被杀光的时候才会有所察觉。男孩想，因为他们相信我而忘记了他们自己的本能，这只是因为我能引领他们找到食物。男孩对自己的念头感到惊讶，也许是因为那座里面长着无花果树的教堂太残破不堪了。他又做了一个与以前一样的梦，他开始嫌弃忠诚地陪伴他左右的羊群，这是昨天晚饭时剩下的。然后裹紧外衣，他知道再过几个小时太阳就会升到头顶，那个时候肯定酷热难耐，他就不能领着羊群在旷野赶路了。夏季是整个西班牙睡午觉的季节，酷热会一直持续到入夜。在酷热降临之前，他不得不一直披着外衣。可是呢，每当他想抱怨外衣沉重时，总会想起多亏这件衣服才不会在清晨感到寒冷，必须随时准备应对天气的变化。圣地亚哥想，并对着外衣的厚重心存感激。外衣自有其存在的理由，而男孩亦有其生活的道理。2年间，他走遍了安达卢西亚的平原大川，把所有的村镇都记在了脑子里。
这就是他生活最大的动力。他盘算着，这一次要告诉那个女孩，为什么他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牧羊人会读书识字。因为他曾经在一所神学院里待到16岁，父母希望他能成为神父，成为一个普通农家的骄傲。而父母一生只为吃喝忙碌，就像圣地亚哥的羊群。男孩学过拉丁文、西班牙文和神学，但是从孩提时代起，他就梦想着了解世界。这可远比了解上帝以及人类的罪孽要来得重要。一天下午回去探望家人的时候，圣地亚哥鼓起勇气告诉自己的父亲，他不想当神父，他要云游四方。父亲说，孩子，世界各地的人都来过我们这个村庄，他们为追求新鲜感而来，但是他们都一样，他们爬到山丘去看城堡，认为城堡金不如稀。他们或是一头金发，或是皮肤黝黑，但他们和咱们村里的人没啥两样。男孩反驳说，但是我却没有见过他们家乡的城堡。父亲说，那些人一旦了解了我们的田园和我们的女人，就会说他们愿意永远留在这里生活。男孩说，我希望了解他们生活的地方和他们那儿的女人，因为从来没有外人留在这里。父亲又说，那些人来时口袋里装满了钱，而我们这里只有牧羊人才四处游走。那我就去当牧羊人。父亲没再说什么。第二天，父亲给了男孩一个钱袋，里面有3枚古老的西班牙金币。父亲说，有一天我在地里发现了它们，原本想为了你进修道院而献给教会。好吧，你拿去买一群羊，云游四方去吧。总有一天你会懂得，我们的家园才最有价值，我们这儿的女人才最漂亮。父亲祝福了他。从父亲的目光中，男孩看出父亲其实也想云游四方，这个愿望一直存在。尽管几十年来他一直将这个心愿深埋心里，为吃喝而操劳，夜夜在同一个地方睡觉。地平线被染成一片殷红，太阳露出脸来。男孩回想起父亲的谈话，心情愉快。他已经到过许多城堡，见过许多女人了，但没有一个能与那个等了他2天的女孩相比。他有一群羊，一件外衣和一本书，用这本书可以去换另一本书。不过最重要的是，他每天都在实现自己人生的最大梦想，那就是云游四方。一旦厌倦了安达卢西亚的田野，他就可以卖掉羊群去当海员。等厌倦了海洋，他早已到过许多国家，见过许多女人，经历过许多幸福时刻了。这个时候，圣地亚哥望着冉冉升起的太阳想，不知道神学院的人是如何寻找上帝的。只要有可能，他总要找一条新路走走。以前他多次路过这一带，但从未到过那座教堂。世界广袤无垠，如果他让羊群引领自己走上一段时间，肯定会发现更多有趣的事情。问题是，羊群不会察觉他们每天都在走新路，不会发现草场正在变化，四季都有区别，因为他们一门心思想着喝水吃草。也许我们大家全都如此，圣地亚哥心想，我就是这样。自从认识那个商人的女儿，我就再也没有想过别的女孩了。他看了看天空，估计大概在午饭前会到达塔利法。顺便说一下，塔利法呀是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的一座城市。好，继续。可以在那里用自己手上的书换一本更厚的书，把酒囊灌满葡萄酒，还可以刮刮胡子、理理发。他得准备好再去见那个女孩。有一种想法让他觉得恐惧，那就是另一个牧羊人在他之前赶着更多的羊去向女孩求婚。恰恰是实现梦想的可能性，才使生活变得有趣。男孩一边思索，一边抬头看了看天，并加快了脚步。他突然想起一位住在塔利法的老妇人，他会解梦，而在这之前的几天夜里，他曾做过一个之前已经做过了的梦。老妇人领着男孩走进最里面的房间，
那里与客厅只隔着一道用塑料彩带制成的帘子。房间里有一张桌子，一幅耶稣圣心像，还有2把椅子。老妇人坐下来，让男孩也坐下。然后呢，她握住男孩的双手，轻声祷告起来。那似乎是吉普赛人的一种祷告词。男孩在旅途中遇到过许许多多的吉普赛人，他们也云游四方，但从来不放羊。有人说吉普赛人靠骗人为生，还说他们曾与魔鬼订有契约，拐卖儿童，让孩子们在他们神秘的帐篷里当奴隶。男孩小时候一直非常害怕被吉普赛人拐走。当老妇人拉住他的双手时，以前那种恐惧感又出现了。不过这里有耶稣圣心像呢，男孩想，极力使自己镇定些。他不想让自己的手发抖，也不想让老妇人察觉出他很害怕。他默默地念诵了一遍祷告文。太有意思了，老妇人说道，两眼一直盯着男孩的手，接着沉默了。男孩十分紧张，双手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。老妇人感觉到了，男孩急忙地把手抽了出来。他说，我可不是来这儿看手相的。男孩说着，开始对走进这所房子感到后悔。有那么一会儿，他想付了钱马上走人，哪怕一无所获呢。可是他太在乎那个梦了，那个梦他做了2遍。老妇人说，你是来这儿解梦的，对吧？梦是上帝的语言，如果上帝用的是尘世间的语言，我就能解你的梦。但是如果上帝用的是灵魂的语言，那可就只有你自己能理解了。不过不管哪种情况，我都要收咨询费。男孩心想，这肯定是一个圈套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决定冒险一下。牧羊人总会遇到风险，要么是狼群，要么是干旱，而恰恰是这些不确定性使放牧生涯更刺激。男孩说道，我接连2次做了同一个梦，梦见了我和羊群在一片草场上。这个时候过来了一个小孩。好，在接下来这一个系列，我将会和大家一起阅读《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》，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。订阅支持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。